大家好，我是交易大帅。今天呢，大帅给大家介绍 BQQ 系统。BQQ 系统呢是一个3重共振系统，在这里呢使用了不宁线、成交量摆动指标和强力系统指标，可以更好的判断趋势，以及有精准的买卖点和系统位置的一个把握，尤其是胜率很高。BQQ 系统呢一共有3层。首先呢，先讲一下内容啊。第一个点呢，大帅会给大家讲如何安装系统的使用以及系统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点呢，会给大家详细的讲3重共振啊。BQQ 系统主要使用的很好的一点呢，就是结合了价格，结合了成交量，结合了背离，同时由大周期到小周期，买卖点很精准。第3点呢，会给大家讲这个 BQQ 系统的实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最后一点呢，会给大家讲交易的细节啊，有很多细节我会放在最后讲，希望大家可以耐心听一听啊，因为大帅这里是有很多干货的，包括 BQQ 系统里面有大帅自己编写的一个指标，也会放在下面的简介里，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去拿。好，首先第一步，先讲这个 BQQ 系统的一个指标安装。在这里呢，我们一共要使用到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呢，就是不宁线、不宁通道指标啊。不宁线呢，在这个多重共振系统里面，我们主要使用到它的一个支撑压力位的效果。大家知道多重共振啊，尤其是我们这里讲的3重共振，有一个要求，第一就是3个指标各不相同啊。例如不宁性是路径型指标啊，克林格摆动指标是成交量型指标，大帅强力指标是背离，包括趋势型指标。我们分别用每个指标不同的地方来结合判断。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干扰，同时3个又能各个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把整个系统框起来。好，这就是我们需要使用的3个指标。第一点呢，先讲不宁线啊。不宁线的话呢，一般我们就用默认的不宁线系统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啊，默认的不宁线系统呢，就是不宁带，就是我们常说的中轨参数是20，然后标准差参数是2。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不宁线。克林格成交量摆动系统呢，我们用这个克林格成交量摆动系统，它的特点呢，就是根据成交量来判断价格的高低点位以及有小趋势的变化。大家要确认一下指标，不要用错了啊。第3点呢，大帅强力系统啊，大帅强力系统呢是这个我根据系统自己来编写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用大帅强力系统，这个没有啊，这个系统自带的没有带这个，大家可以在下面简介找。然后搞不懂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我的这个主页看我的视频，里面有详细的视频讲解大帅强力系统的逻辑、使用方法以及干货内容。好，那么第一部分呢已经讲完了，我们用的3个系统，接下来该讲如何使用这3个系统，这3个系统各个的特点。第一点呢，就像刚才大帅给大家讲的3重共振，我们不宁线只用来判断支撑压力啊。一般情况下呢，大家知道也可以用不宁线的中轨来判断趋势到底是往上还是趋势往下的。但是实际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发现，不宁线中轨其实是有滞后性的啊。对，滞后性的甚至比这个 MACD 还滞后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用来判断支撑压力，这样的话呢，可以很好的判断这个位置你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强度够不够。好，那么不宁线的支撑压力呢，其实很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不宁线的话呢，上轨为趋势阻力啊，在中轨走平或者往上的上涨趋势里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中轨往上的时候，每次到上轨附近你就要注意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的阻力啊。中轨往下的时候呢，涨到上轨基本上就是最高的位置了。不像这种上轨开口的时候，有的时候它还可以沿着上轨涨一涨、冲一冲，回摸上轨往往才结束。但是趋势往下，上轨就是大阻力，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包括这边
对吧？不宁线中轨往下的时候，上轨是大阻力；往上的话呢，上轨一般是阶段性阻力。因为往上的话呢，不宁线会上轨开口，对吧？这种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上轨开口，上轨开口之后呢，股价往往会沿着上轨持续的攀升，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要逆趋势做啊。例如趋势往上的时候，一般我们做回踩，对吧？你不要逆着趋势啊，趋势往上的时候你非要做下跌，除非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三重共振的一个好的下跌机会，那你可以做。正常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逆趋势做。好，那么不宁线中轨呢为支撑啊，尤其是中轨高度往上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看到，对吧？这种位置是大家常见的一个中轨支撑，中轨支撑是很好使用的啊。只要趋势没结束，在中轨附近都会有强势的一个支撑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不管是数字货币、美股还是商品、黄金、贵金属、原油等等，都是一样的逻辑啊。好，那么当不宁线中轨往下的时候呢，不宁线中轨就成了趋势阻力。当然，在极端的时候呢，它能够达到上轨，但是大家要知道，那是很极端的一个情况下，或者说是大多数震荡的情况下才会达到那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当然，可能有朋友会问，那大帅，我这个趋势阻力你怎么样判断最精准的位置，对吧？你一会儿说中轨，一会儿说在上轨，到底在中轨还是在上轨？那么一会儿我们用到下两个指标，会直接把大家的这个趋势的一个小趋势的转变判断出来，你就知道在哪里了。好，最后一点呢，不宁线的下轨支撑。一般下轨开口以后呢，不宁线会沿着下轨下跌，那么下轨就是支撑了。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呢，下轨支撑的有效性往往在不宁线走平或者往上的时候更强，往下的时候呢，容易沿着下轨开口支撑性的效果比较低。好，不宁线讲完了。不宁线的话呢，还有很多内容啊。其实不宁线你要想用的很精，也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用的精呢，肯定用不宁线一个就够了啊。相关的视频呢，大家可以看我主页有不宁线的详细视频，包括不宁线12变、不宁线的高阶进阶教程，包括不宁线的多周期等等，我都是讲的很清楚了啊。如果你要判断不宁线，一定要用多周期。因为不用多周期的话，不宁线本身的趋势是滞后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不会用到太大的周期，因为在这里我们用三重共振，里面就有大趋势和小趋势的变化了，所以并不需要锁定太大的周期。但是如果你单用不宁线，一定要锁定多周期，否则你的成功率是会降低的。包括大帅自己做回测，单用不宁线不锁定多周期，你的成功率大概只有45%到55%的一个区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大家也可以自己用量化回测的数据来看一下每个指标、每个体系的一个胜率。好，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点克林格成交量摆动指标。克林格成交量摆动指标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要用到它的趋势判断和成交量变化的效果。首先，成交量呢，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成交量是所有系统里最重要的，对吧？量能可以准确的反映市场上人们的一个情绪变化，对吧？当量能放大的时候，大家情绪是很激动的包括同时呢，也能反映大家到底有没有割肉，有没有离场。对吧？多空双方有没有认输，这个很重要一旦一边认输了，趋势往往就转变了，对吧？但是如果一边不认输，一直在死扛，那趋势往往不会结束所以这里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多重共振系统里要专门使用一个成交量指标来作为判断。好，首先克林格对比不宁线的优点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也是我们在克林格里面要使用它小趋势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大趋势上不宁线这样，但是每次转换的过程，中轨往上的时候其实已经涨高了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克林格的小趋势，你就可以发现它可以更早的一步判断它的起点啊，尤其是克林格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位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同一个大波段它可以分成3重啊，同一个大波段它可以分成3重啊，可以更好的判断趋势的起点。那么当我们需要做趋势结束或者趋势启动的时候，克林格就可以帮我们更好的锁定小趋势的一个转变过程。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再结合大趋势去分析了，对吧？如果你单用不宁线，你一定要分析周线趋势，对吧？分析更大的趋势来判断。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克林格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顶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对吧？当到顶点的时候啊，克林格往往是一个往上的一个顶尖啊，往上的一个顶尖啊，直到拐头，对吧？一旦往下拐呢，往往这个点位就是高点了啊。那肯定朋友要问了，对吧？往上涨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尖尖呢？对吧？万一这个地方，对吧？例如我举个例子，万一我在这里啊，感觉也像尖尖，结果它又往上走了几个，那我不是吃亏了吗？对不对啊？你这个说的不具体啊，这个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要使用下一重的强力系统要结合判断的一个事情。这里呢，我们先看布林格。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底点也是一样，对吧？底点克林格也是很精准的，而且克林格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格兰币啊，大家可以把它当做格兰币系统来理解，对吧？格兰威尔8大法则大家知道，对吧？4买4卖啊，其实克林格有点像，对不对？上穿买，远离卖啊，小回踩买，对吧？然后突破不够卖啊，然后背离了买，回踩卖啊，有点像这个格兰币8大法则，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更好的理解克林格。在这里呢，它的这个蓝线啊是沿着这个绿线运动的啊，这个绿线呢就相当于我们格兰币里面的一个主线啊，然后这个蓝线呢就相当于 K 线啊，可以更好的理解啊。然后低点也是一样很精准，但是你得能判定这个位置是低点，对吧？例如这一串下跌在这里，对吧？好像也跌深了，在这里好像也跌深了，你怎么判定正好是这个点呢？啊，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用到强力系统啊。好，说着说着强力系统就来了，大家注意强力系统啊，大家要使用大帅自己编写的，我已经把这个指标放出来了，大家可以使用。最好的话，大家去看一下强力系统的教程啊，强力系统的教程里，我详细的给大家显示了趋势，对吧？包括大小的背离啊，以及我们强力系统的逻辑。大家要注意，强力系统本身也是包含成交量系统的啊。对，这一点要注意啊，它本身也是包含成交量系统的啊。那么我们使用到强力系统呢，在这里使用到共同判断顶底位置的一个确认，这个很重要啊。对，因为刚才大家看到克林格的话，判断小趋势没问题，判断顶底也没问题，但是你怎么确认？对吧？你光用一个指标没法确认，而且克林格在下跌的过程中，在上涨的过程中，你咋知道这个位置就是尖尖？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用强力系统共同判断，同时使用背离来提高我们的一个胜率。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强力系统加上克林格可以精准的判断底部，对吧？我们可以判断，例如在这一段啊，克林格一直是在下跌的，对吧？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底部？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到强力系统的一个信号。强力系统的底部呢，我们知道背离。对吧？什么是背离呢？啊，当股价有了新低，强力系统却比较高，对吧？这种就是我们的底部啊，所以这种呢比较好判断啊，或者包括这边也是啊，包括这里呢，对吧？这种背离啊，就是说这个股价有新低，我们可以看这里有新低，但强力系统却更高，并且拐头了，那么这个位置对应这个位置，对吧？正好克林格也是一个低点，我们就知道了啊，包括这边。对不对？股价有新低，强力系统已经拐头了啊，那么对应克林格这个位置也正好下跌的，远离绿线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买点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克林格下跌的过程中来抓住它的一个确认点
这一点很重要啊，要不然这种下跌你哪知道哪一天跌到位，对不对？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在这里呢，大家多自己结合盘面去看啊，包括这个大帅给大家分享的强力系统，你自己多用一用，就知道大帅讲的有多精准了。好，第二点呢，顶部也是一样啊。顶部来说，对吧？上涨的过程中，你哪知道哪个位置是尖尖啊？我们也是结合强力系统的背离啊。例如这里股价更高了，对吧？强力系统却更低了啊。这里股价更高了，强力系统却更低了啊。那么克林格也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往往就是一个标准的尖尖，对吧？股价更高，强力系统更低，克林格又距离绿线有一定的距离。对不对？那这些位置都是一个精准的顶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既利用了克林格小趋势变化敏锐的一个优点，又通过强力系统的多重共振锁定了克林格的一个尖尖位置。你说你怎么不赢？对吧？你说你怎么不赚啊？所以大家自己啊，大帅讲完以后，大家一定要自己多去看盘面来结合啊，因为大帅给大家讲的都是干货。如果你自己不去看盘面来结合，对吧？光听我在这叨叨叨，你好像听懂了，实际你又不会啊。包括很多核心内容，大家也可以看我前面的视频，我是讲的很清楚了，对吧？很多不零线啊、强力系统啊，我都是讲了50分钟，把干货讲得清清楚楚。啊，当然我知道这个很多朋友没有什么耐心，对吧？习惯了看各种这个5分钟的视频啊，没什么耐心。但是真正有耐心看完的，大帅相信也是交易悟道、交易能赚钱的人，对吧？毕竟交易本身就需要耐心啊。好，第三部分呢，共振的实战方法啊，这个其实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一部分，但在这里我会讲的更具体啊。实战的方法呢，首先你要知道三重共振体系你的判断要求，对吧？第一，你需要判断趋势啊，你到底是做趋势转折啊，还是做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回踩，对不对？你到底要做哪一段？你先想清楚。好，你想清楚了之后呢，你需要一个入场点位吧？那么什么是入场点位呢？我们就用小趋势的转变入场，同时呢，结合克林格啊和强力系统来锁定买卖点位，这就是小趋势入场啊。入场之后呢，你总需要判断强度吧，对吧？强度不够你得撤吧啊，包括涨到什么位置你得有一个空间了解吧，对吧？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你的离场标准啊。其实买点买得好，离场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啊，对吧？你可以做完整一个趋势啊，你可以做完整一个波段，你也可以不断的提高你的移动止损点，对吧？都可以。啊，但是在这里呢，三重共振系统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标准，你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实施。当然，如果你能做得更好，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这个法无定法，只要你能赚钱，都是对的啊。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在趋势敏锐度上，强力是大于克林格、大于不零线的啊。这里有优点和有缺点，对吧？优点的话呢，太敏锐的话，有时候会错失一些机会。啊，这是缺点啊。优点的话呢，敏锐的话能更早发现行情的变化，对吧？缺点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但是结合起来用呢，我们就能更好的发现行情。例如在这里，为什么说强势大于克林格大于布林呢？我们可以看到，强力的话在上涨的过程中已经发出了背离信号，绿线已经转跌了啊！不记得朋友记得去看我这个强力系统的这个视频啊，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啊，这要讲起来的话，没1-2个小时讲不完啊。好，然后克林格的话呢，会比强力慢一点啊，你看慢一点才转，然后布林线呢会最后转啊，所以布林线的敏锐度是最低的。你会发现，当布林线往下弯的时候，你已经对吧，距离高点可能已经差了10个点、5个点了，对吧？这对于长线的操纵者来说是可以忍受的，但对于短线，尤其是有的朋友对吧，你开10倍杠杆啊，开20倍杠杆，这样的行情你是不可能忍受的。好，第二点的话呢，大趋势级别超跌，小趋势级别容易发生转换，尤其是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共振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买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对吧？布林线已经往下走了啊，甚至已经走了一段了，走了一个下跌中继加超跌的形态。那么这会儿你就可以找买点了，对不对？什么是买点呢？刚才给大家分享了，第一点，克林格，对吧？你得是往下走的啊。
并且是远离绿线的啊。那么远离绿线，远离到什么位置是远离，对吧？我怎么知道它跌到位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对吧？布林线接到下轨附近。第二的话呢，我们还是我们这个强力系统背离了。那么这三重一起一结合，你就知道这个位置就是买点了啊，很精准了啊。那么这3点呢，就帮你确认出了它的买点。好，那么买完之后呢，需要强度确认了，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第3点，基本的强度啊。在强度这里呢，这个大帅比较喜欢使用江恩，对吧？我称之为恩哥啊的方法来判断强度。基本的强度就是你买入之后必须上涨，就这么简单啊，必须上涨啊！你不上涨就代表你买入错了。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买入之后呢，直接在布林线下轨偏下的地方设一个止损，对吧？你可以大胆的直接设止损啊，不用害怕，对吧？你买的对，这个位置就不会给你打掉啊。你买的错了，打掉了也是正常，因为我们做的这个3重共振系统是个高盈亏比的系统。对吧？你做对一次，如果你这么设止损啊，做对一次够你损个5次6次啊，甚至8次7次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很划算的啊，你不用害怕，对吧？你可能刚开始不习惯，错个1、2次啊，你赢1次就全赚回来了啊，所以止损一定要设啊。对，按照大帅的体系，我再强调一遍，买入之后止损就得设，这就是帮助我们判断强度的一个方法，不要过犹豫，不要过纠结啊，止损必须设上啊。好，然后设上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趋势是往上涨的，尤其是当大家看到这个克林格，对吧？绿线已经往上了啊，强力系统绿线已经往上了，并且这个红线已经穿到0轴之上了，是不是就放心了？对吧？这会儿你就开始在里面夸夸吃着肉了啊！你买了之后就一直往上走了啊。好，然后买完以后呢，刚才1、2、3步都完了，最后赶紧走了，对吧？其实走的话呢比较灵活，但是大帅建议呢，大家你也得设一个纪律，对吧？你不能说因为走的灵活的话，你就短线当长线拿啊，你就一直硬扛，万一它走震荡趋势，你在这反复坐过山车，那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使用怎么办呢？我们使用下一个克林格，包括强力系统共振的一个卖点啊，就是我们走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不对？布林线中轨往下，同时中轨承受阻力啊，就是我们第一点，这是阻力啊。第二点，克林格到高位了，远离绿线了。第三点，上涨背离了，对吧？上涨背离就要下跌，那这个位置我们就离场。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一段的上涨吃得美美的啊，并且你可以发现这一段其实你是不担心的，因为你买的对，所以每天都在上涨，你没有什么压力，对不对？无非是今天赚一点啊，明天在基础上多赚一点啊，后天再上一点啊，很轻松。好，然后前3个部分讲完了，最后给大家讲一讲交易细节啊。在交易细节这一方面呢，我会克制的讲啊，因为如果我放开讲，对不对？随便给你讲讲布林线的细节，讲讲强力系统的细节，讲讲克林格的细节啊，对吧？都能轻松的讲个2、3个小时啊，所以我会克制的讲。如果你真的想多学习呢，还是去看我的一个其他的视频，对吧？有些视频我放肆的讲。但是我不能每期都那么放肆啊，因为大家的时间也很宝贵，而且如果你真想学的话，你自己也能学会啊。很多朋友自身也对很多指标，对吧？尤其很多人每天看我视频，你都已经懂得差不多了，我再放肆的讲，再听一遍，岂不多余啊？所以这个呢，我就克制的讲一下啊。在这里呢，我们只用到一个简单的多周期，对吧？不像我们前面布林线。对吧？做一个交易要用到60分钟，日线、周线3大多周期结合，还有一块判断，很头疼啊。在这里呢，我们只用简单的多周期判断，就是日线加60分钟确认一下就可以了啊。甚至你可以不用简单的多周期判断啊，我们简单的多周期判断只是为了买在最低的点位啊。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为了一些喜欢开50倍杠杆，喜欢开100倍杠杆的这个朋友啊，买在最低的点位。如果你的杠杆不高，其实你都不用判断60分钟啊。好，那么60分钟的买点呢，我来讲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
啊。首先你先确认一下日线级别，对吧？布林线跌到下轨附近了啊，克林格远离绿线了啊。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强力系统啊已经开始发生背离了。对吧？你要知道日线的买点，好，你知道了以后呢，你要在60分钟里面买啊，因为你的杠杆比较高，对吧？你可能开了100倍杠杆啊，你要梭哈了，开了50倍，你没办法承受那么大的波动。好，打开60分钟，在这里和刚才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那就是打开60分钟，一定要先趋势再买点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刚才我们看到的都是趋势往下的，我们在超跌的过程中买。但你打开60分钟的时候呢，一定是要趋势已经确认了啊。例如刚才的点位，我们放到60分钟，你会发现，虽然布林线还是往下的，但是克林格和强力系统趋势都往上了，对吧？克林格绿线已经往上走了一波了啊，包括强力系统绿线也已经往上走了一波了，这就形成了一个背离啊，股价越来越低。对吧？趋势却往上的，那么再次寻找一个买点，下轨附近回踩，对吧？像这种克林格往上的时候啊，在绿线之上的时候，跌穿绿线就是机会啊，以及这个背离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好的买点啊。买点和上面一样，但是逻辑变了，对吧？刚才我们是在超跌的过程中找买点啊，在这里呢，我们是在上涨的过程中找回踩，逻辑变了啊，所以这一点呢，你得区分出来。只要你会做上涨回踩，那么你就会把握60分钟的一个买点，对吧？上涨回踩怎么做？前面给大家讲过，1、2、3、4啊，对吧？布林线也好，克林格也好，强力系统也好，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大家自己去理解啊。好，这个呢就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就是使用双重的背离啊，来更好的判断一个方法啊。背离的话呢，其实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下，不过刚才讲的是一个底背离，在这里呢，我们正好利用一个顶背离的一个例子，对吧？可以提前帮你发现趋势要变化了啊，你要注意了啊，对吧？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高点，对不对？一个比一个高啊，但是克林格的话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比一个低啊，尤其是强力系统，对吧？强力系统更敏锐啊，你可以发现绿线已经是往下走了啊，绿线已经直接往下走了啊，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背离啊，在这种情况下，行情随时可能结束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背离之后，对吧？从这个点背离之后，你就要开始找卖点的机会了。对不对啊？你就要开始找这个往下吃肉的机会了啊！因为大家知道卖点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跳水跳得快啊。虽然有的时候上涨的也很快啊，但一般来说跳水更快啊。但是幅度一般没有上涨多，对吧？跳深了要反弹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各有各的优势啊。拿下跌你就得跑得快。对吧？你不能说像上涨一样啊，我吃1个月，对吧？很多上涨甚至这个我吃3个月都没问题啊。下跌的话，对吧？基本上来说吃1周啊就不错了啊，对吧？不要幻想，免得给自己的利润回吐了啊。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用背离来使用的判断。背离的话呢，很多方法我在讲的时候都讲过，对吧？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背离应该是很好理解的，我就不费口水了。好，这个就是背离的方法啊，对，然后呢，强力系统背离的时候呢，是最好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吧？强力系统的背离啊，这里就不多讲了，这个说实话没啥好讲的啊，你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讲的很详细了，而且背离的话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理解了啊，我就不费口水了啊。最后总结一下呢，三重共振系统，用到3个系统，对吧？布林线啊，克林格。啊，强力啊 ，BKQ 啊，三重共振系统。布林线我们判断支撑点位、阻力点位，对吧？克林格我们判断小趋势和成交量的高低点。强力系统呢，用来结合克林格来判断低位、高位买点、卖点，因为它俩的共振会更精准啊。同时呢，也使用它俩的背离来更好的判断一个趋势。
然后呢，买的方法对吧？先判趋势，看长做短啊，判断这个大趋势，我们到底做多做空对吧？做转换还是做回踩还是做中继啊？然后接着呢，我们判断小趋势对不对？在什么位置买入，在什么位置离场啊？小趋势有没有发生变化？然后买入的时候呢，记得用双重共振啊，一定要强力系统和克林格一起共振啊，你不要说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不是底部怎么办？啊，第三点呢，判断完之后呢，一定要设上止损，一定要立刻就往上涨，不要休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关于强度的话呢，大帅推荐大家多看江恩系统啊，一定要多看江恩系统啊！江恩系统对于强度的判断，我觉得是最棒的啊。我自己一般也使用江恩系统判断强度，强度有2点啊，一点是时间周期，对吧？上涨的时间周期符不符合要求啊？第二是价格周期，价格周期符不符合要求，对吧？一般来说，大家看交易喜欢看什么？喜欢看量价时空这4点啊。但是江恩说了什么，对吧？我们不要看量价时空，而是看量价时阻力位啊。这里面有一点微弱的变化了啊。为什么会有微弱的变化？大家自己想一想啊，不能什么都靠我说啊，对吧？你自己思索思索，为什么会有这一点不一样啊？为什么会有这一点不一样啊？好，然后最后呢，做完以后呢，就是一个离场的标准了。这个很简单啊，该进进，该出出，不要犹豫不决，按照体系来啊。你可以贪心，但你一定要设置移动止损啊。就例如有的朋友说，诶，我觉得我这一波正好买在一个1000年大底，对吧？正好买在一个100年大底啊，我要吃到这个宇宙的尽头，那么你一定要把移动止损设上，保护你的利润，这是最低最低最低的要求。好吧，那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今天大帅就讲到这里，大家可以自己到大帅的频道寻找更多干货啊！大帅会不断的编写新的指标，分享大帅的交易理念给到大家。